好，1分钟介绍这个 project，然后，等一下，先戴一下耳机。好，1分钟介绍这个 project，计时开始。然后这个就是有分前后端嘛，然后后端是用 Fast API，前端是用 Streamlit，后端就是这个结构哦。结构可以看 README，结构写在这边，这样。好，是有这边的 README 是这样，然后这个就是 demo 在这边。我这里有 README，我有给 language learner 还有 developer 所使用，然后架构在这边，然后需要先设定一个配置，如果你需要 developer 的话，一些大多是有关于 authentication 的 key，一些 ID secret key 之类的。好，然后后端就大概后端介绍一下里面的好，超过1分钟，算了，管它了。这个 initial 这个没什么用，这个没用到 router， 这 API key 写了一些，然后其实一开始这个是没有这样的，怎么样的，就是 post 还有 delete， 一开始是看一下这个 history 建议 history 这个吧 file history， 最开始是这样，就是 initial init， 这里就是把它改，最开始是 get 还有 post， post 可以存 API key 嘛，那这个时候我甚至还有把 API key 你想要存 API key 回传，然后后面我发现这不用，所以就把它删掉。当然，这显而易见有治安疑虑嘛。后面这个我是这样，把它 delete 一个 endpoint，remove get endpoint， 然后 add new delete endpoint， 在这边就是增加了。想要看一下这里稍微做一下格式的修改，然后 get 删除了，因为其实没有必要的 get 这个 API 可以储存就直接储存，然后删除就删除，你想要删除的话也可以删除，所以增加这个 endpoint。好，然后看一下这个 router API key， 我删掉，这样比较宽一点。这个可以删掉。authentication 的部分就是用 Fast API 的 SSO， 其实还可以再串其他的，类似 GitHub 还有 Facebook 之类的，它这里有很多。可以这边查一下 Fast API SSO， 这边有很多，当初就是在这边找的，然后它可以reference， 它这有很多，有 GitHub、GitLab、Google， 还有 Line、LinkedIn、Microsoft 之类的很多，然后目前就只有穿 Google， 然后 Login Logout， 还有 Callback， 然后这个 Authentication 其实一开始是蛮复杂的，就是怎么讲？其实我在想要不要把这个影片分成好多个，因为这样讲会太长。Authentication 的部分后面再讲好了。Numbers， 我应该要讲我遇到什么困难，那我要看 Git Graph， 我要看这个 Git History， 看我修改。这部分其实没什么修改，这部分是 Number， 好，就只 init。
是这个 repository 是从我一个叫做 all auth prac就是 stand for practice 那个 repository 改的。我最初的 prototype 是从这个改的。那这个的话，我是先把它 get clone 下来，然后把它的 get history 删除，直接 init。好，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也很像这边的 app 啦，那就是直接这边的 router， 我就先那个时候就是先从无到有，然后 init， 然后后面 numbers， 你看 numbers， 就它有一个 history， 你可以看到，直接从改来改去，我应该要先看 history， 嗯，这边 history， 它有也没有很多4次 commit 而已。最一开始就是 numbers 开始 init， 那我看一下我改了什么。第二次 implemented permission database。哦，对，我一开始其实也不懂什么是 database。我一开始也不懂什么是那个database， 对啊 database 资料库嘛。改什么？哦，我就是把它这个 Google 的 secret key 把它变成 environment variable。这要讲又一长串，好，我先介绍。这部影片应该是先介绍大纲才对。然后这个 phrasal verb 其实是从最开始的 authentication 那边改过来的。不对，不对，我讲错了，更正 all auth prac 这个库改过来的。不对，我新增的，那原本这个 repository 没有这个 router， 是为了这个 phrasal verb app v2 这个项目，所以才有这个 router。因为这个项目基本上就是，怎么讲，就是你可以，就是我现在这个项目啊，你可以这样的 readme 的 demo， 这里有预览，你可以像这样点进去，然后你可以换这个不同的 phrasal verb， 都是 randomly get it， 然后你可以 generate story， 然后遇到喜欢的 save， 然后在这边就可以看你的 favorite story， 然后你可以按垃圾桶删除。没错，那基本上就是这样。这个 router 就差不多介绍。it 这就是一些工具，你可以在这边 get 这个 phrasal verb entry， 就是这个 entry 就是有这些东西。然后 init 没有用到刚才说的过，然后这个就是 config， 包括这个主要的 authentication 功能，还有就是 data， 就是那个 numbers， 然后这个 phrasal verb 就是这个项目主要的功能。database 这边好就是创建嘛，然后这里就是 get database， 很多 dependency 都有用到这个 get database， 就是一些 dependency get of user database， 这像 main middleware
model define 一些 model API key input phrasal verb entry 还有一些 table 这个大科法这个部分又要讲很多，因为一开始其实你看我这个 get graph， 我一开始有想要把它用成一开始是用这个绿色的 different domain deployment， 但我发现好像那个 cookie 没办法传，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个 different domain 的问题，所以后面我就想改成 same container， 但是我发现好像 it's still not work， 所以呢我还是改了原来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个 different domain 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那个 Streamlit 它的 cookie manage 的一些 issue 有一些问题，所以后面就咚又修改回来，然后后面又尝试了一些新的，这个后面就是大概项目完成，后面我又掉头回去再把那个 cookie 的问题做一些修改，但发现这个 Streamlit 好像后面查了一些 forum 就是论坛看一下，它好像还是不太有很完好的那个 manage cookie 的一个 implement， 所以就是给大家这样放的，反正这个项目是 work， 但是还是有一些治安的问题。虽然说治安的问题不是有办法100%做到好，但是还是可以尽量做得更好。那目前就先这样好。然后 phrasal verb 这就是当初创的这个很多个 phrasal verb。那至于这个 phrasal verb 是从哪里，其实就是从这个我是先 Google， 然后查那个叫什么 phrasal verb 什么什么 PDF， 找一下 phrasal verb learning phrasal verbs phrasal verb， 然后 list PDF， 不是好像这样找。same side file type， 我是 file type 是找 PDF， 那个时候好像是这样。然后我是找到什么啊？好像就是这个，这个我讲过反正那个时候资料也不是很好用，我就是用 AI 做了一些 data cleaning， 然后得到现在这样。主要是逗点那时候还是因为那个 AI 的 long context 比较没办法整个的给它做的比较完好，所以我就还是有用手动改了，改起来比较快。因为后面我要怎么进阶点的，大家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学习的成本，所以我就直接手动改比较快，因为那个不是我这个项目的重点。那重点就是一些 requirement， 怎么让这个 app 好，这是后端，然后前端，有在录啊，有在录。前端的部分，是 config 一些 CSS demo page 的 page， 这 stream page 就很简单，就是进一些 function， 然后还是 evoke， 就是第一页就是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 phrasal list， 我好像是把它先整个复制起来，然后直接丢给 cursor， 然后让他帮我 data cleaning， 后面还是有用一些手动的，对，就是这个。
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 environment 设置一下哦。然后这个 environment， 这个我发现其实一开始我还没有这些 branch 之前呢，我就是到这边，然后这个都还是在本地运行，完全都 work，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到 deployment environment 的时候就怪怪的，可能是不同的different domain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但是，这也让我学到其实 deployment 跟你本地 work 完全是不同的，也不能说完全不同，但是当你 deploy 的时候，你通常会有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和问题通常很麻烦。然后把这个 backend URL 设置一下 app license， 这个就是要用一些 API， 然后把它存进 cookie 里面。不对，这应该是 get story， 所以应该是得到我的 cookie， 然后把它传给这个，让它 generate story。save API， 哦，应该是 authenticate Google。哦，我是怎么 app 应该有用一个 API handle 的。我是怎么用这个 render on sidebar？ 哦，我是这边这个 UI 在 sidebar 直接显示一个 Google login， 然后 cookie controller 就是这个 cookie controller， 这就是一个，因为这个时候真的很麻烦，所以我就用这个 Streamlit， 好像专门 specifically for 这个 Google Manage 的 package。好，先这样。